第311章严厉。啧，原来是他。望着房间中的大汉，法玛忽然低声冷笑道：“法老认识他？”闻言，萧炎轻声询问道：“嘿嘿，认识，出云帝国炼药师公会的副会长，名字似乎叫做严厉吧？当年与他见过一面，这家伙在出云帝国拥有不小的声望。另外，由于这家伙非常主张炼药师与毒师相结合，故而颇受出云帝国众毒师们的信任，因此他是出云帝国下一任公会会长有力的继承人。”法玛道：“只是没想到，这个家伙竟然敢单独来到加玛帝国，当真是艺高人大胆啊！”法玛淡淡的笑道：“接下来怎么办？”海波东随口问道：“先看看，略一沉吟。”法玛示意几人稍安勿躁，微微点了点头。萧炎不再开口，低头将目光紧紧投注在房间中的大汉身上。此时他心中也是悄悄松了一口气，还好这家伙并非是只有17岁，看他的模样恐怕37都不止。这种天赋虽然也能够算上优秀，不过与先前相比，他在萧炎心中的潜力值却是骤然下降了好几倍。房间之中，随着那灰袍人由一个稚嫩少年变成中年大汉，一股雄浑的气息也是从其体内澎溢而出，那股气势之强大，竟然隐隐有着许些斗王级别强者的威势。想来这中年大汉的等级至少也应该在7、8星斗灵左右。呼，还是变回容貌要舒畅一些，至少能够100%的发挥自己的实力。感受着体内流转的澎湃力量，中年大汉满意的一笑，淡淡的道。手掌摸了摸脸庞，中年大汉似是想起了什么，忽然快步来到床榻旁，从床帘之后寻出了一根黑线，然后轻轻拉动。房屋之顶，当瞧得中年大汉拉动黑线时，萧炎脸色便是微变，猛然移动视线，目光死死地盯着先前那被家老震成粉末的铃铛。那里黑线忽然微微动了动，铃铛声不仅未曾响起，而且黑线直接被扯了下去。糟了，心中这般喃喃着，房间中安静了瞬间，一声厉喝猛然响起：“谁在上面？动手！”听得喝声，家老冷笑了一声，手掌一挥，身体便是骤然消失。那股恐怖的速度让得萧炎眼瞳微缩。继家老之后，海波东两人身体也是瞬间化为一阵清风，消失在了屋顶之上。房间内，中年大汉望着那空无一物的黑线尽头，先是一愣，紧接着厉喝道。在厉喝的同时，他脚掌猛地一蹬地面，身体便是化为一阵狂风，对着窗户闪掠而去。在离窗户仅有几米距离时，中年大汉脸色忽然一变，前冲的身形骤然止住，一巴掌狠狠拍在一旁的房柱之上，借助着反推力，他的身体瞬间横移了几米。砰！窗户在此刻轰然爆裂，蕴含着霸道气息的劲气从窗户外爆射而进，然后砸在那巨大的房柱之上，顿时一道道裂缝犹如蜘蛛网一般蔓延上了柱子。谁？望着那布满裂缝的柱子，大汉眼瞳微缩，暴喝道。没有理会他的喝声，影子从窗户之外闪掠而进，袖袍挥动间，狂猛的劲气夹杂着音爆之声，犹如闷雷一般席卷着房间。在这闷雷之下，房间内的玻璃之物皆是轰然爆裂。脸色阴沉地望着那奔袭而来的模糊人影，大汉右手微束，深黄色的火焰从掌心中升腾而出，右手威胁呈手刀之状，狠狠对着来人劈砍而去。哼！瞧得大汉竟然不自量力地想要硬抗，人影不由得讥讽地冷笑了一声，如鹰爪般的手掌猛然探出，空气之中一圈圈极为霸道的劲气涟漪从那手掌附近扩散而出，音爆之声将大汉震得双耳轰鸣。鹰爪与大汉的手刀瞬间接触，然后又是瞬间分开，而在分开之时，大汉脸色忽然涌上一股潮红，一口鲜血忍不住地喷了出来，脚掌搓着地面，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划痕。法玛，我知道是你们，我严厉竟然敢来你加玛帝都，就不怕你们杀了我。不过杀了之后，你炼药师公会也得玩完。抹去嘴角的血迹，大汉望着那又欲再度猛攻而来的人影，不由得脸色狰狞地喝道。大汉的厉喝让得人影攻势略缓，不过紧接着杀气阴冷地冒腾而出，鹰爪翻腾间明显是要取大汉性命。家老头，
等等！就在人影即将解决掉这家伙之后，砝码的沉喝声忽然响了起来。闻言，人影一愣，旋即无奈地抽身而退，身形闪动间便是出现在了桌旁，阴冷地瞥着那瘫坐在地上的严厉。好狠！屋顶之上，萧炎惊愕地望着那出手没有丝毫留情的家老，若非那叫做严厉的家伙反应同样不弱，恐怕在刚一交手时，这位即将进入斗王级别的斗灵强者就得夭折在此了。砝码，果然是你们！吐了一口夹杂着鲜血的唾沫，严厉阴狠的道。房间之中清风微荡，旋即海波东与砝码的身影便是出现在了房间内，目光冰寒地望着严厉。法老头，直接把他给杀了不就好了？何必给他喘息的机会？家老皱眉道。别看他一身麻袍，笑容和善，可动起手来却是丝毫不管自己与对方的身份等级差距，一出手便是直取性命。砝码摇了摇头，如果严厉所说，作为出云帝国的副会长，他敢只身来到加玛帝国强者云集的帝都，那便是早有被揭穿的心理打算，故而他不可能会没有准备。若是真的在此处杀了他，恐怕会落入某些圈套之中。嘿嘿，还是砝码会长看得远呐！只要你们动手将我杀了，明日加玛炼药师公会为了操纵大会冠军肆意杀害参赛者的消息，就得飞快地扩散在周边几个帝国之内了。到时候，我看你这公会还能维持多久？有些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，严厉冷笑道：“我所说的这话，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。你若是愿意拿炼药师公会的名誉做赌注，那也大可试试。”严厉，你伪装身份参加我加玛帝国的炼药师大会，违反了大会的参赛条件，按照规定，我们公会有权处置你。砝码淡淡的道。伪装？哈哈，你说伪装就伪装了？严厉忽然仰头一阵大笑，手掌一翻，3枚红色丹药便是出现在指尖处，深黄色火焰翻腾而出，转瞬间便是将丹药焚烧成虚无。砝码，以你的见识，想必也听说过芙蓉丹的名头。没错，将我弄成少年模样的正是那东西。严厉得意地笑道，这红色丹药是我们公会特地炼制，能够让我在10分钟内变回以前的容貌，10分钟后容貌就将会再次恢复到少年模样。现在仅剩的3枚已经被我摧毁，你认为以我的那副年轻模样，到时候谁会相信我是出云帝国的炼药师公会的副会长？人们只会说是你砝码害怕我一个出云帝国的人得到冠军，而使得你们公会丢脸，方才暗中下杀手。砝码脸色阴沉，浑浊的眼瞳中寒光闪掠，冷笑着望着脸色阴晴不定的砝码。严厉心中也是一阵忐忑不安，对方3名斗皇级别的强者，这种阵容若要击杀他，几乎是易如反掌。虽然也的确如他先前所说，只要他一死，他们的人就会开始制造大量谣言，以达到击垮加玛炼药师公会的目的。可人哪有不怕死的？他严厉又不是什么热血分子，若非是出云帝国炼药师公会会长的位置即将会空起来，而且也有几个强力争夺对手，他也犯不着冒这么大的险来干这种九死一生的事，用来提升自己在国内炼药世界的声望。只要这次能够成功回去，公会会长的位置一定非我莫属。没有付出哪有回报？更何况砝码实力虽然强横，可却是太过在乎公会，因此他一定不会冒这般大的险。在来之前，严厉便是将砝码的性子分析得一清二楚，可分析是分析，万一出现了一点什么变故，那他可就真得玩完了。呼，在气氛压抑的房间之中，脸色阴晴不定的砝码忽然呼了一口气，寒声道：好，现在不杀你，不过凭你想要取得大会冠军，恐怕还没那么容易。嘿嘿，这就不用你操心了。这次的大会，除了那个叫做严萧的年轻人之外，其余的倒并未有什么出奇的地方。若是连这些小辈就争不过，我还如何去争夺公会会长？心中悄悄松了一口气，严厉冷笑道：那便等着吧。砝码嘴角微动，声音冰冷的没有丝毫温度。另外，希望你最后能够顺利回到出云帝国争夺会长的位置。走！袖袍轻挥，砝码一声低喝，身体在严厉那难看的脸色中化为黑影，闪出了房间。其后，海波东与家老只得无奈跟上。妈的，
老家伙，竟然敢威胁我！只要我取得了冠军，那曝光度自然不会低。我就不信到时候你敢对我出手。”咬了咬牙，严厉阴声道，端过茶杯狠狠灌了一口，却是发现自己的手臂有着许些难以掩饰的颤抖，那似乎是因为恐惧的因故。如果取不到冠军，3名斗皇强者的追杀将让他上天无门，下地无路。